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10月3号，市场复盘来了， Lucy 会从技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击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我们马上开始了。今天呢 Lucy 会从2个方面去聊一下美股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纳指的行情走势。那新一轮的结构9呢已经开始了，我们在直播当中呢也为大家去标明了它的一个数字。那昨天呢是来到了 TD4， 那高点呢也被刷新了啊，所以说我们的一个预判呢都在我们的一个范围当中。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跟踪一下热点股票。那像特斯拉、CRWV、Circle、PLTR 呢是近期 Lucy 跟踪的股票，像 DJT 呢、BBAI、SVET、SOUN、HIMS 是我们粉丝朋友想要 Lucy 帮忙分析的。那如果说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那纳指呢在这一轮的一个走势当中的话呢，我们看到昨天它是已经刷新了高点，但是这一根 K 线是什么样子呢？它是高开低走回踩了一下我们的一个前方的一个低位呢，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昨天的一个 K 线呢是比较这个经常出现的。我们在前面的一个行情当中呢都出现过这样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假阴线真阳线的话，它的一个判断是比较熟悉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它在创了新高22900之后，它怎么样才能确定说它还能继续上涨？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Lucy 教给大家就是说它必须得出现一个真正的阳线，没有跌破我们前期的一个高点22800的这个位置，那么我们就确认了它是这个有效的一个支撑。而且呢这个过程从昨天呢是突破了之后呢，我们要知道3天之内不被跌破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现在呢我们是没有标出来它是这个结构9，但是我们在直播当中呢为大家去预判了，或者说去画了这一条线，也就是说这一根是1，然后2、3，所以昨天出现的是 TD4。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用的方法呢，本周的课程也给大家去讲的比较明确。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纳指Lucy 看它还是可以继续的一个上涨。所以我们本周的一个视频都在给大家讲说我比较期待它的一个新高的一个出现，而且呢就在本周。所以说昨天这个周四的一根 K 线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只要这个尊重整个市场的一个走势就可以。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MACD 呢，其实也是细微的一些变化。那现在呢也是出现了一个金叉，所以说暂时呢我们是不用太担心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要把握好我们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走势就可以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纳指它还是在不断的创新高，所以我们的一个仓位呢，其实 Lucy 有讲，就是说这个仓位还是50%是不变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另外的仓位呢就是要灵活的处理就可以了。而且呢现在跟大家去讲，就是说这个彩虹带的一个位置现在呢还是一个均匀的平行的一个上升，也就是说它彩虹带的一个开口没有再继续扩大，所以现在指数呢是比较平稳的一个走势。那它沿着彩虹带这个位置，只要是它不跌破彩虹带的中轴或者是下边的这条线的话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是纳指的一个分析。盘前广播里呢昨天写的就比较简单了给大家去看一下，就是说呢纳指继续的一个阳线反包，靠近前方高点22800，阳线如果继续向上也会有机会刷新高点，这是昨天的一个盘前。所以说呢通过 TD9 我们知道，就是说预判它可能是4号 K 线，然后呢也酝酿形成，判断标准呢就是说可不可以突破22800其实呢就是说在前面的一些这个盘前广播里面我都有给大家去写的比较清楚了。那昨天呢就是唯一一个标准，但它开盘的时候它就已经过掉了这一个压力位。所以说呢其实盘前广播的话会给大家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个提示。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也是最近呢 Lucy 跟踪的比较密切的一只。那在这个过程中，昨天特斯拉呢它是在盘前公布了一个利好消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昨天特斯拉是跳空高开的，也就是说最高价呢是去到470块7毛5。而且呢在这个过程Lucy 发现了一个细节，就是它其实的股价呢有到过479块1毛9。所以在这个过程其实我们知道其实特斯拉它还是一个延续向上的一个走势，这个是不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它昨天最高点去到哪里了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给大家画一条线，大家就看得比较分明了。也就是说，它上一次的一个右肩的一个位置，那右肩的一个位置呢是这个价格是462块2毛8，所以昨天其实它开盘呢是开在了这样的一个线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出现一个高开然后呢颈线位被跌破之后呢出现了一个低走而且呢昨天低的一个位置低到哪里去了？低到我们的一个彩虹带的一个边界了所以说昨天这一根 K 线呢完全是因为要收复掉这个期权的一些这个盈利，所以大家都知道特斯拉在要涨的时候，那它出现了一个反向的 K 线，那就说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机构它赚钱的方法不止这一个不只是做多股票，而且它期权的一个做空呢也是可以去赚钱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我们此前的一个颈线位去边界呢，我们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呢是，那此前呢 Lucy 的一个视频又跟大家去讲说这一个整理的一个过程呢，它的一个这个上边界是442块7毛9这个位置，所以说呢我们说它3天不破就可以了，但是这一天没破，但是昨天呢是一举跌破了，等于说它这一个突破呢在3天之内第3天它跌破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位置呢是机构有意跌破的话，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知道它今天如果说还能收回这条线的话，等于说这一根 K 线是假跌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特斯拉现在是盘前呢它出现的一个位置呢就是在442块7毛9附近，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去看它这个 K 线到底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阳线呢，还是继续回踩彩虹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特斯拉呢其实现在是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存在，这个股价而且呢我也看到有大多数朋友说这个特斯拉利好兑现或者怎么样。那我们来看一下多方资金它在这个过程中现在呢目前还算是一个强势，我们知道它超过50的这个位置呢，等于说多方资金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控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多方资金还是强势，空方资金也没有出现，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到底鹿死谁手不知道。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筹码峰筹码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下方的筹码它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依靠这个筹码峰的一个峰间去看到的机构的一个持仓，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350元买的朋友们都还没有卖出，所以在这个过程我想特斯拉还要可以等到一个更高的价格。Lucy 呢大胆的去说488的话也就是在本月呢就会出现，所以说现在呢也比较临近了昨天已经最高点去到479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对于特斯拉它在这个过程中整理它上一次的一个时间整理跨度就是3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那本周呢它提前出现了一根阳线再出现阴线，等于说这是机构赚钱的一个手段。至于说它后续会不会这个出现下跌，那我们呢做一个防守位就是说它这个442如果说真的扛不住了，那我们去做短线或者波段的朋友你就先出来，等到合适的机会，比如说彩虹带的一个中轴比如说彩虹带的一个上边界下边界我们再去参与也是可以的。但我相信这一段的一个筹码应该不是散户的一个接盘，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特斯拉的话呢还是我对它比较有信心。盘前广播呢昨天是提到了说这个走出了箱体拉升，箱体上沿这个突破之后呢一根阳线上涨比较坚决，488之前是没有抛压，所以说接下来的一周还是看涨的，同时呢也站稳了一个支撑位，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去看是看一个波段，看一个长期。特斯拉它本来就是走主升浪的，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个位置呢去因为一根 K 线担心。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那近期呢我们对于它的一个跟踪呢是比较密切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一段CRWV 呢是这个看起来它3天没有补这个缺口，而且呢昨天是一个回踩之后的一个拉升，所以说我们这2条的参考线还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135块8毛2和148块7毛5的一个区间呢还是有效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知道这个缺口不补等于说像这个5号6号缺口不补，它后续呢是要会拉升的，所以暂时呢目前我们去看它调整的是比较这个强势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下一目标位先等148，但这个148这个位置如果是阳线的话，大家可以再去积极一点，就是说看它能否继续突破。那如果是阴线呢，那就继续在这个位置先去做一个减仓，然后呢在彩虹带边界再等一等。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大家是看到了它的一个指标是一个动态的，而且呢我们的 MACD 现在也是在一个强势区间，
线。所以说做股票呢，我们要提前去预判这个位置，等于说呢，在这一轮的一个结构底部我们去发现，然后呢参与，包括跟踪再弹起来，等于说它是走了一个第二波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现在呢 CRWV 的话其实不用太担心，如果说你手里有底仓的话，现在呢也可以拿着持有不动。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个底气来源于龙头引力的一个资金流入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聪明钱在这儿进入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流出的一个情况。而且大家会看到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多方资金呢有陆陆续续的一个进场，而且达到了50的一个位置。所以在这个过程大家也不用太担心现在是一个多方主导的一个市场。那这个呢就是 CRWV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那 Circle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呢近期没有在写它的一个盘前，但是在视频里呢一直有去跟大家去讲。那 Circle 昨天比较争气呢，涨了16%这个过程。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在这个多方它一直迟迟的不出现这个变字，大家要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呢会有一些异样出现。那只要是多方带的话，就是值得我们去跟踪和观察的。那在这个地方它昨天涨了16%还是非常喜人的。如果说短线的朋友在这个彩虹带上边界看到它的一个拉升的话，其实你盘中跟进的话，至少10%你是能吃到的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 Circle 呢，它现在是一个右侧的一个走势，而且大家应该还记得之前 Lucy 有画过它的一个这个目标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昨天呢它就达到了，我昨天说我说它的一个趋势线跟这一条线的一个重合的位置152，刚好打到这个地方最高价152.05块。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 TD9 的一个1号 K 线，那么在下降的一个过程中，它是一个目标位的一个存在。所以接下来它到这个位置呢不是终点，我们要知道这一个缺口包括这一根 K 线它要怎么去消化，这个才是关键。那当然呢，现在我们知道上方呢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套牢盘了，等于说现在目前呢机构聪明资金呢是集中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大家知道震荡之后呢就会出现拉升，所以 Circle 这只股票的话，我们只要盯紧了它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后面的龙线的一个走势就可以了。另外呢，昨天也是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机构资金这个变多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空方资金它要是出现这种就是撤退的一个动作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进一步的一个跟进这个是 Circle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近期跟踪的呢 PLTR 是这样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到我们在9号 K 线这个位置呢是提醒过大家176.71块，跌不破的话，在这个地方你是可以参与的，等于说180这个位置都是可以去买的。你等于说180在176面前也就是差4块钱。然后呢它 PLTR 这个位置它已经慢慢的接近前期的一个高点了190元。所以说我们看到它现在呢它都是以一个小 K 线在这个位置呢去震荡，涨的呢并不是让我们这个很明显的。所以说 PLTR 呢大家要等一等，它在190以下它可能会拉长时间，但是一旦它突破190的话，就会走出一个拉升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紧要关头就是 PLTR 它会不会超过190。那另外呢可以看到我们说它的一个这个机构成本是在这个位置，等于说它在前方去埋伏的。那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机构成本呢分别分布在150和170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大家要计算好，如果说190机构它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卖吗？不会的。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一些酝酿这个33童子，这个没有关系，只要资金没有流出的话就没问题。然后另外呢我们看到空盘图资金已经超过了50的这个位置，所以说现在呢都没有空方资金的一个存在。所以大家要知道现在就是说抓紧节奏呢，能有一个低吸可以，然后遇到压力的话，比如说前期190这个位置可能遇到压力，那你可以去高抛，或者说等到这个位置你说突破190，我想等后面的机会，那是也是可以的这个呢就是 PLTR 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DJT 我们的粉丝朋友想要 Lucy 分析的。那这只股票呢，其实在过往的一个这个视频里面有给大家去分析，但是就是它迟迟的涨不起来。因为我的印象比较深它在这个位置呢有蓝白 K， 这个位置也有蓝白 K， 而且呢它出现了一个这个聚宝盆的一个资金流入，但是很可惜它这一段时间没有拉升。所以说呢其实这一只股票的话 Lucy 这么长时间去跟踪它的话，其实没有说太多的一个机会。你
要是做差价的话，其他的股票啊，科技股都已经起飞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它的一个控盘图，你等于说它的一个这个资金多的啊来了之后，你再去看它，可能我们做的是最有效的一段。所以说对于 DJT 的一个分析的话，你可以再等一等。那如果说你做中长线看到了它的一个聪明资金的一个流入，你有一些底仓存在就可以了啊，不然的话你全部都买成 DJT 的话，它的一个仓位占用时间上啊，我觉得还是这个利用效率比较低。所以说呢，我们等资金控盘图如果说能出现资金流入的话，我们再去参与可能会更好一些。那这个呢是 DJT。如果说你从这个蓝白 K 啊去看它的话，其实它的一个空间位置呢并不是很大，我们不管是做差价也好，还是做这个波段啊，都没有什么机会。那这个呢是 DJT 的啊。BBAI 啊 ，BBAI 这只股票呢，其实 Lucy 之前有跟踪过啊，但是呢，是因为它的一个成本呢，就是说机构啊，它不是说很这个长时间的持有，基本上都是游资啊在做，就是我们的筹码峰是白色的，等于说它都没有持有超过5天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以短线思维，但是去做它的话，我们的一个标准呢，就是你看它在这个彩虹带边界啊有一个底分型，这个没有问题啊，你可以继续持有，但是它上方的这个9号 K 线呢是我们第一个目标位，然后呢它有一个缺口，就是看它缺口和目标位是如何去消化的。另外呢，如果说它能突破9号 K 线的话，它要突破这个平台，那有可能会走一个这个拉升的一个波段。那你从这个聚宝盆来看的话，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就已经出现这个资金的一个流入了，包括它的一个多方资金的一个控盘。所以说大家去看的时候，你要结合在一起看。如果说指标都有这个共同的一个共通点的话，其实它上涨呢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说 BBAI 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延续它的一个方向，等一等它的一个缺口，等一等它的9号 K 线，等一等它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新高，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说 BBAI 的话可以再去看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地方等于说你看上一次它也是在这儿，它是不是这一次想要去再出现一个新高的话，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机构的一个目的。这张图表呢是 SBET 的一个走势。那 SBET 的话，它最近的一个股价呀，都是在这个震荡当中，没有看到有太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们知道呢，这只股票是跟这个以太坊相关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多方带，这个变字是多方带的，而且呢，筹码比较集中。我们看到它的一个 MACD 呢是有一点异象了，等于说它在这个位置全部都是绿色的向上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你看到的最明显的应该是这个龙头引力聚宝盆，也就是说聪明资金呢有逐步的流入，但是呢不是很多。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就是多方呢没有太多的一个资金，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中你要知道它的一个以太是怎么走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以太坊的一个拉升，或者说近期呢因为这个政府停摆的原因呢，整个这个加密货币的一个走势的话会有一些机会的话，那我想 SBET 呢它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机会。所以说暂时呢它这个位置它是一个变字的一个位置的话，它的一个股价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去这个小的一个仓位去等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Circle 的一个走势呢去看待。当然呢，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些这个大的一个阳线可以呢就是说在底仓这个滚动呢去这个卖掉是可以的。其实它的一个变化呢，我知道这只股票它也是一个就是比较这个活跃的一只股票，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变化呢都是大起大落的，近期呢它在这个位置不断的一个这个盘整，其实呢有机会它去拉升。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SOUN 的一个走势。那 SOUN 的话呢，最近它的一个走势呢其实比较强势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我们的粉丝朋友呢有在这个位置提问过，所以说提问之后呢，在这个地方9号 K 线没有跌破之后就出现拉升，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股性呢，它去做波段的话会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那在这个地方它也要出现拉升了接下来呢，它昨天也是表现的非常不错，在彩虹带边界呢是出现了一个跌的一个信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希望 Lucy 去分析的话，等于说你就是在等这个信号，或者说在这个想要去看一下它是不是在多方带。
那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资金也是一样的，它这个短期资金比较多，是没有说太多的一个机构的长期资金。所以说它这一只股票的话，要知道它的一个股性，它在这个过程中，假如说它这一波是能突破19块3毛3的话，其实你在这个拉升的过程中是可以一直持有的。但是呢，因为这只股票比较活跃，所以说你的一个仓位不要太重。那近期呢，它的一个顺势的一个方向还是拉升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位置是有这个前期的一个密集成交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呢，它在拉升的比如说到21块2毛2这个位置的话，或者是再高一点24块9毛8这个位置呢，可能是它的一个这个拉升的一个空间。那这个过程它是这样震荡上行呢，还是一波拉上去的话，这个就要去盘中跟踪了。那它在这个位置是多方带齐涨的一个过程的话，我想可以期待一下24块9毛8的一个位置。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个资金也是一波一波的，所以呢，这只股票的话就要去看一下，它今天是第二根，那也就是说等3到4根，或者说这个4到5根的话，就要去做一个止盈的一个动作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最后一只 HIMS， 也是我们粉丝朋友想要分析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其实最近的一个走势还是有点像之前的特斯拉它沿着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呢，是出现了一个我们在这儿分析的吧，对吧？拉升，然后回踩，之后拉升回踩，拉升回踩。所以说它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高点呢是不断的抬高，但是呢3根之后就回调了，所以大家可以用到我们学过的什么TD50去判断。那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抓住了 HIMS 的一个走势，而且呢 Lucy 之前在课程里面跟大家去分析了，一旦它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它要是给你一个阳线的一个信号的话，你是该怎么做这个呢我们已经讲过了。所以说暂时呢对于这只股票的一个位置和它的走势呢，不用说太过担心，你只要持有就可以了。另外它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缺口，那此前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过，就是说它在这个过程中是如何消化这个缺口的，以及它能不能超过这个9号 K 线，都是我们近期可以去看的。因为它在一个多方带，你不用害怕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会出现什么一个变化，它可能需要的这个时间就会比较长一些。而且大家会看到这个位置没有空方资金，多方资金呢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说积极的去这个拉升，但一旦它出现这样的一个柱体超过50的话，你要知道它就可能开始加速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你要是这个底仓留在这个位置的话，你可以再等一等。而且我们的一个聪明资金它才到加速区，所以呢我们要再等多一点，给它多一点时间再去观看就可以了。那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